我要回村，建设家乡。徐毅，你一个清北毕业的大学生，放着各大百强企业的 offer 不要，你要回到你那个穷乡僻壤的破村子，去当村支书？你是疯了吗？小明，哎呀，许毅，你就别不识好歹了，还回去建设什么呀？你是不知道我能有多羡慕你，有小敏这样的贤内助，帮你在京城稳住脚跟。就是，有些人啊，软饭都吃不明白，活该吃。没有陆敏和陆家，在京城，你一个清北的毕业生，真不算什么。这穷乡僻壤出来的人啊，就是那什么鼠目寸光。我们村呢，就培养出我这么一个大学生，我不能看着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就这么被拆了。其实我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我想的很简单，就是能够帮自己的家乡摆脱贫困。说得好听，你那村子到现在都是泥巴路，大片土地荒废，发展？痴人说梦。你非要回你那破村子也行，那我们就分手。我们家不会让一个蠢货当上门女婿。陆明，我知道自始至终你和你的家人都看不上我，一直把我当狗一样呼来喝去。够了，徐一，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你敢这么和我说话？我就知道，只要我一发火，他就会乖乖道歉。陆明，你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也不伺候。徐一，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你就永远别想让我再原谅你。最强村官系统激活成功，荣归故里，打造世外桃源之乡。新手礼包已发放，获得奖励超级生态农场大礼包，领取条件担任村支书。我没喝醉吧？这是系统，哼，真是天助我也。喂，老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俺胡汉三回来了。该说的咱们都说过了，那咱们就往下进行。爸，我回来了。哎，小叶，你怎么回来了？哎呀，三叔，哎，哼，爸，在外面惹什么事了？还是被公司给开了？哎呀，老许同志啊，想哪儿去了？我好好的。我呢就是突然想通了，与其在大城市里面当牛做马，不如回家干一番大事业。干大事？哼，咱们这穷山沟沟连路都走不通，能干什么大事业？咱们村子这个情况又不是一天两天了，难道你一个大学生就能干成？哎，行了，咱们选村书记，继续往下进行啊。选举？是啊，咱们村现在面临着被拆迁的困难，需要村支书站出来跟我们一起解决。依我看，选什么选？继续让许毅他爸接着连任吧。我连老祖宗留下的地都保不住，受之有愧啊！什么愧不愧的？哎，卫东，你为咱们清河村做的贡献，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对不对？村书记你不当谁当？来，赶紧，别废话，快签字。哎，等一下，这不是竞选会议吗？没有其他人竞选吗？啊，对，但是呢，咱们清河村一直是你爸在连任。我们今天呀，也就是走个过程啊。哎，那不行，我也要参加竞选。这小孩子参加什么玩意儿？混账！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爸，你有话好好说，你别动手。哎，大哥，有话好好说嘛。啊，好。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爸都支持你。爸，其实我这次回村，
爸，你说什么？我年纪大了，也干不动了。各位，既然小易有这个心，我提议让他担任清河村村委书记。大哥，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毕竟小易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嘛。小易是清北生，怎么甘心一直待在村子里呢？以后肯定是要回到城里去的。这不胡闹吗？当2天书记就走了，我不同意。各位长辈，我知道大家心里想的什么。我这次回来呢，只办3件事情，就是带领咱们村里人赚钱，赚钱，还是他妈赚钱。老许办不成的事情，我来办；老许没有解决完的拆迁问题，我来解决。总之一句话，我回来了，大家的好日子就回来了。各位，小易这孩子是咱们看着长大的，而且现在是清北的高材生，现在也只有他能带领咱们村改变现状。他要是当这个村书记，我100个赞成。哎，我也同意。不管怎么说，清北的大学生能担任我们的书记，也是给我们村长脸了。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同意的举手。那我同意。同意。我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那就少数服从多数，以后小易同志就是清河村村委书记了。好，好啊，好啊，好啊，好，来，小易快来签字。再按个手印，你呀，以后就是我们清河村的大当家的啊！恭喜宿主荣归故里，担任清河村村支书，系统正式绑定，绑定成功，新手任务完成。超级生态农场大礼包已发放，超级生态农场占地100亩，温室农场营养精准供给，环境模拟，农作物周期缩短到1/6，产出品质达世界顶级。小易啊，这接下来你打算怎样发展啊？只要是有资金方面的事吧，大家都可以众筹，对吧？要是要出钱啊，我这还有点老底，再加上城里孩子再出点。对，需要什么我们都支持你。要筹钱，要是失败了，大家的钱是不是就都打水漂了？小易，你可要想好了。大家放心吧，我不用大家1分钱，所有前期的技术和资金都由我一个人负责。小易，不需要1分钱。你可不敢把大家给骗了。当然不会，我不会用村里的1分钱。我的发展计划呢，就是让清河村所有村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建造一个超级生态农场。那得需要多少土地啊？暂定100亩。100亩？100亩这么多啊！我同意。反正咱们村的年轻人都出去了，这地空着也没人种，荒着也是荒着。你要用，拿去用好了。好啊，用吧。许毅，你小子不是陪着那小女友吗？怎么舍得打电话过来？哎呀，我这都分手了。其实呢，我给你打电话是有点事儿。分手了？不是，你别误会，你有什么事吗？我需要一些优质的种子，希望你跟王老那边说一声。现在知道愧疚了。当初你非要离开清北联合实验室的时候，王老多次劝你，甚至要收你为关门弟子，你都不愿意，非要为了那个陆米去陆家的实验室。哎呀，学姐，我真知道错了，我也没脸跟王老那边联系，还得麻烦你一下。行，这事交给我了。哎，好，谢谢学姐。这树下开着真行，像能长这么好啊！看看这真挺好的，真了不得！小易，这真是你10天种出来的？哎呀，叔，这外面建的100亩高科技农场，你不是看到了吗？这些都是里边收出来的。哎呀，你看看这黄瓜这品相啊，这拿到城里去最少也得卖3块钱。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品鉴一下这些果蔬，顺便呢给他们定价。我先来。这个。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啊！这么好吃啊！我也尝尝。我勒个亲娘嘞！这水果萝卜怎么比水果都甜？好吃，太好吃了！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大家都品尝完了，咱们聊聊定价的事儿吧。叔啊，这个县城里面菜市场最好的蔬菜大概能卖多少钱一斤啊？怎么说也得个3、4块吧。那咱们的蔬菜就在这个基础上翻10倍啊！10倍呀，这么多呀！你把价钱定这么高，这万一卖不出去砸手上了，那咱们不就完了？小易啊，有想法是好事，但是步子不能跨得太大了，乡亲们还指望着这点菜过日子呢。对呀，爸，三叔公，叔，你就放心吧，这好东西啊，不缺识货的人，更不差那些有钱的富人。而且我不仅要把这些菜给卖出去，更要让他们挤着头来咱们清河村买啊！好，小易，你就放手去干。如果真的把这些菜高价卖出去了，就让所有人瞧瞧我们清河村的东西有多牛。行，明儿叔就带你到城里找最好的餐厅。油汤。哎呀，真够气派的，小易，你说他真会收咱的菜吗？哎，叔，咱的菜好，有什么理由不收啊？走。哎呀，哎，你好，我们是清河村的，之前跟你们钱老板预约过啊。好，我们采购部的马经理就在楼上，你们上去吧。哎，好的，谢谢。走。马经理，那就拜托您多照顾照顾我们啊。进来。哎，马经理，我这是从我们村里专门给你带的。哟，这不是我们清北归乡的大学子吗？这才几天呀，就撑不住，回来吃软饭了。撑不住了。我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我也不可能会原谅你。哎，你小王咋说话呢？你好，马经理，我是清河村的村书记，这次来呢带了一些样品，是我们村刚生产出来的新鲜蔬菜。放一边吧。你们认识？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清北毕业却自甘堕落，回到那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哦，那个不识好歹的就是他呀。他才回村不到1个月，手里1分钱都没有，就想着搞什么农场出来，一点都不靠谱。而这位侯先生家里主要产业就是农场，绝对经过考察，保证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镇最成熟的农产种植产业线就在我们家，这品质健康啊，绝对有保证啊！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们麒麟阁选供应商啊，也不单单看产品，还要看你们的态度、坦诚，懂我意思吧？明白，我们当然明白啊。这能入马经理眼的这供货商，这哪个不是万里挑一呀？哎，我们只有品质。品质？行了行了，哪来的愣头青啊？果然跟小米说的一样，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还在我这儿摆上谱了。我们麒麟阁差你的仨瓜俩枣，哪来的回哪儿去？嘿，我这暴脾气！马经理，你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走。等一下，你就这么走了？怎么你还有事啊？你特意来找我，不就是想求我原谅你吗？我告诉你，我陆家产业园可是麒麟阁高端供应商的源头。你们一个撅屁股看天，一个屎糠带红花，一个老太太吃棒棒糖，糖完了。你什么意思啊？呸！哎呀，这人真不是东西，咱就这样走了？回国说，跟这种人不值得生气，而且我也没把希望全放在麒麟阁上。啥意思？麒麟阁是第一，但不是唯一。还有第二天然居，听说他们经常在农贸市场收购农村无公害的蔬菜，咱们去那。好。清河蔬菜全新品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清河蔬菜
今天全新上市，100元1斤，走过路过大家不要错过啊！这俩人上天上疯了吗？几个破菜当金子卖呢？就连麒麟阁的菜都不可能这么贵，傻子才上当呢。不买可以看看嘛。这么贵啊，老板？100元1斤。这个是我们全新的品种啊，清河蔬菜。100块钱1斤，现在的骗子都这么猖狂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云州老二天然居的采购经理吧？想不想翻身到第一啊？买你的菜就能翻身啊？先不提麒麟阁，就连我们天然居专机空运过来的蔬菜，都没有你这个贵吧？嗨，那只能说你们天然居的客人没吃过这么好的蔬菜。你说什么？你竟敢败坏我天然居的名声！哎呀，我知道你很急，但请你别急，要不先看看我们的菜。放开！这黄瓜怎么这么清香？这就是能让你们天然居碾压过麒麟阁的宝藏蔬菜。不信的话，你尝一尝。不可招取！这简直是太无可挑剔了！老弟，你这个多少钱？我天然居照单全收啊！哎，您先别急啊，还记得我们刚才聊的吗？让天然居超过麒麟阁，做云州第一！没错，这些菜的独家经营权可以给你们天然居，让你们垄断云州的高端餐饮。这么大的事情，我还做不了主。哎，你们跟我走吧。好，叔，咱收拾东西啊。薛老弟，你这黄瓜的味道简直是世间罕有啊！别说是100，就算是1000，我都愿意买单。哎呀，只是不知老弟口中说的很多，到底有多少啊？哎，不多，1600吨，而且之后每10天都会按照这个量稳定出货。多少？1600吨？还是10天成熟？这，薛老弟，你这清河菜的独家经营权，我天然居要了。哎，老板，像我们这种高端会所消费的根本就不是菜，而是身份，是圈子，还有面子。这1斤100元，1600吨，小薛，这是多少呀？1600乘以1斤100，1亿两钱。什么？不错，薛老弟，如果你同意的话，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不过，这么一大笔资金，作为任何一个企业，第一时间都不好拿出来。这样，我可以先预付3000万的定金，就在这张卡里，作为我们合作的保障。剩下的，我们可以签个合约，在10天之内结清。老弟，你觉得怎么样？没问题，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那这样，你们先回去忙，明天啊，来这把合同签了。哎，好，吩咐下去，天然居所有分店从明天开始更换清河菜单，这云州的天该变一变了。是，老板。麒麟阁要完了。什么？你说有人要收购许毅他们的产品？谁敢跟麒麟阁作对？听说是天然居，就是那个一直被麒麟阁压着的那个，肯定是哪个老糊涂了，被骗了。连许毅他们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种出来的东西都能看上，怪不得比不上麒麟阁。我听说天然居要上架清河的菜，我们就等着看笑话就行了。许毅，我看你还能撑多久？邵总啊，尝一下我们天然居新推出的菜品。这个呢是凉拌清河黄瓜，288一份。这个呢清河番茄炒蛋，388一份。这个呢是凉拌清河青菜，268一份。
怎么样？好，这菜太好了，这才是黄瓜，以前那就是黄瓜味的塑料。服务员，适配一下啊。他那桌点的都给我来份清河番茄炒蛋尝尝。抱歉啊，我们清河系列的菜已经全部售罄，这得提前2天预约才行啊。什么？没了？是啊。钱老板，你的大本营也在云州，能不能帮个忙，在天然居插个队，给我弄个包厢啊？抱歉啊，要不来我们麒麟阁，我肯定好好招待。我这还有点事儿啊。23岁，清北大学许毅，清河生态科技。许毅，23岁，清河高科技生态，清北大学接待马东，才高，位才高。喂，你好，这里是清河生态。是许毅许总吧？我是麒麟阁钱立群啊，原来是钱总啊，久仰大名。先前我手下的人怠慢了你，我这次真诚的向你表示歉意，不知许总是否能再给一个机会？钱总言重了，事情呢都过去了，而且我和天然居的合作初期已经签订了独家供货协议。独家？好，明白了。让马东那个蠢货立刻给我滚上来！肯定是我慧眼识珠，选定了一个品质高的供货商，舅舅来表扬我了。舅舅，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跟你说啊，前几天我刚赶走了一个不长眼的小子，一个回村的清北毕业生，搞什么高科技蔬菜，我一看那就是骗人的，被我赶走了。舅舅，我干得不错吧？哼！舅舅，你打我干什么？自己看。你知道了吗？那个被你赶走的年轻人，他手里的东西可是掌控我们云州所有高端餐饮店生死的王牌。他把价值连城的宝藏放到了你的面前，而你只会吃拿卡要的废物，把他当成臭要饭的，给我打发了，推到我们竞争对手的面前。不是，这不怪我，舅舅。他要是开着豪车，穿着豪华衣服，我根本不会赶他走啊。他自己就不像个大人物啊。让你有眼无珠，让你公正人士，让你自作聪明。别打了，舅舅，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让你现在亲自去一趟清河村，给我拿回清河村菜园的订单。如果拿不回订单，我扒了你的皮，再也不要踏进我麒麟阁。是，我一定办得好。真是的，这清河生态怎么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最近这个清河菜供不应求，要是能谈成合作，你在陆家离继承人的位置也会更进一步。也对。啊，你看，那是不是许毅他们？哎，还真是。哦，我想起来了，他家村子就在这儿。哦，对，走，来，慢点。陈总，我先挂了啊。徐烨，你们来干什么？我们也不是来找你的，别自作多情了。许毅，你们村子周围是不是有个农场？快带我们过去。自己没长腿啊？哎，小敏，别生气。我看他呀，就是知道我们要来找清河生态的老板谈合作，故意给我们使绊子。啊，许毅，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一个这么小肚鸡肠的人？毕竟这清河生态农场就在旁边，可这清河村是一点光没沾到，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连个路都不舍得修，谁会找他们？哼！马经理，你怎么来了？徐老弟，上次是哥哥有眼无珠，让你受委屈了。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徐老弟，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就
给哥哥个面子。哎，别，我这种阿猫阿狗的，怎么敢要你的钱？徐老弟，这件事儿呢，是我做的不对，不过我这次是带着诚意来的，只要你愿意将清河蔬菜卖给我，我就给你2成啊，不，3成的利润。不好意思啊，你来晚了，我已经和天然区签订了独家供货协议。什么？独家？我家狗马上生崽子了，先失陪了。马经理，你是不是找错人了？都是你们不是跟我说他是个骗子吗？我看你们才是最大的骗子。清河生态知道吧？那就是许毅的产品。什么？不可能！马经理，您别开玩笑了，这一定是重名了。哎，这中间啊，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对，什么误会？我已经被你们俩害惨了。哪能啊，马经理？你想啊，就算这个清河生态是他许毅搞出来的，可他才回来多久？1个月都不到啊！那又怎么了？马经理，您经常收购农产品，应该知道这些蔬菜的成熟月份。你是说？哎，没错，这菜能成熟的这么快，肯定有什么科技与狠活，肯定不健康。卫生局有人，到时候肯定能让他原形毕露，您还能回麒麟阁。喂，许毅，你看网上的信息了吧？现在全都在抨击你们清河村，有人把你们曝光，说成熟期不对，现在网上都在抵制。哎，看了，小事而已。许毅，现在舆论对你们很不利，3人成虎，一旦毒菜这个标签被坐实了，你们做再多的努力都白费了。唉，一群跳梁小丑，等我拿几株菜去王老的实验室里，我相信他们一定感兴趣。哎，我还有事，我先挂了啊。哎，说小易，赶紧跟我去到云州农业交流会，把咱的毒菜名头澄清了。是啊，一哥，我就是听说咱们村菜被人抹黑了，特意来帮忙的。现在外面舆论压力太大了，咱们得想办法请云州领导出面证明才行。行，带上你的菜去一趟，走。大家看看，这是云州蔬菜的检测报告，怎么样？不可能，这份数据太夸张了。没错，这东西干净的，根本不像是人类可以种出来的。尤其是其中的微量元素含量，从数据层面来看，这已经不是传统农业能够种出的蔬菜了。大家先稍安勿躁。开始我拿到这份检测报告的时候，跟你们一样不可置信呢。我甚至怀疑是咱们的检测设备出了问题。然后呢，我又亲自检测了3次，结果每一次的数据完全吻合。所以说这是真的，不可思议呀！这简直是农业奇迹。不知道是云州哪个农业生产实验室种出来的？是一个叫清河生态的私人企业。我已经让人把这份检测报告发到了网上。这简直是咱们国家农业的奇迹呀！立刻启动专机，我要亲自去一趟云州。有个叫莫瑞的视频博主，他被人买通，造谣我们清河生态。即使有领导出面澄清，但标签已经被打上了，我们清河菜的名声还是会一落千丈的。那就让更有权威的人把标签撕下来。嘿呀，这不是我们种毒菜的清北大学生吗？许毅，我真没想到你为了钱竟然能如此没良心。家人们，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毒菜清河菜呀，就是他们种的，这其中还有一个清北大学生呢。一哥，他就是那个造谣我们清河菜是毒菜的视频博主。哎呦呦，家人们，快看这凶狠的眼神，都说这乡下人淳朴，这分明是又坏又蠢，还没良心。你没有证据就胡乱造谣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许烨，我有时候还真挺佩服你的厚脸皮的，不过很可惜，我这儿有证据。你们清河村啊，就等着身败名裂吧。好啊，我拭目以待。许烨，你现在求我还来得及，等你走进这个主会场，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小敏，你们陆家最好也做好准备吧。你什么意思？哎呀，徐老弟，你可算是来了啊！陶老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是麒麟阁老板钱立群。之前我们打电话聊过，放心，
我已经将那个蠢货赶出麒麟阁了。一点小事而已，何必大费周章呢？我知道老弟心中有气，为了表示诚意，之后的订单我将出多于天人居3倍的价格，收购你们清河菜。钱老板，你不觉得你这样太不厚道了吗？生意嘛，不都是为了赚钱？我们有更广的渠道和更好的平台，我相信绝对可以把清河生态推向更高的维度。你说是吧，老弟？钱老板说的没错，但做生意更应该注重诚信，你说是吧，钱老板？许老板，我已经拿出足够的诚意了。如果你执意坚持这样的话，那我将会让清河生态这个品牌在云州永远的消失了。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不知天高地厚。徐老弟，你要是有什么麻烦，一定要跟我说。你放心，我又不是没实力没背景的小瘪三。那就好。去。好，来，今天是我们云州市举办的助农扶农集会，我们特意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商家前来，希望大家尽情的展示最新培育的产品。领导，我有事要举报。怎么了这是？这谁啊？这是？你有什么事？领导，今天是云州几年一次的助农集会，也是所有云州农民含辛茹苦数年获得成果的机会，所以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有人抹黑我们云州农业。哎呦，你是说清河生态？没错，我手上就是陆家的实验室提供的检测报告，清河生态就是毒菜。清河生态就是毒菜。检测报告上显示，清河菜含有大量的农药残留物，还有化学合成添加剂，狗闻了都摇头。没错，他们之前拿过菜找过我们，我们发现了问题，被我们拒绝了。我们可是一家良心企业，不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没想到他们居然把毒菜端上桌了。什么？连云州第一的麒麟阁老板都这么说？难道清河菜真的是毒菜？你没听说吗？那个清北高材生才回来1个月不到，就种出了一批菜，没上科技与狠活，谁信呢？知识分子犯罪才是最可恶的，3伏天种出白菜，不知道要上多少的激素。放你娘的狗臭屁！这菜是俺家小易在高科技农场种植出来的，绝对没有激素，还有农药。你要是不信，给菜就在这儿，自己检测去。这上面有陆家实验室的盖章，是否是伪造的，一看便知。领导，您可以查验。没错，确实是陆家实验室鉴定的。真的呀？这家人们看到了吗？就算是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没有任何要悔过的意思。我看呐，为了赚钱，这整个清河村的人都疯了。你这个坏胚子，敢败坏我们许家名声！今儿2时我就让你知道，花儿是为啥而败。说，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领导，您确定这份文件真的没有问题？怎么，你现在还准备质疑领导了啊？我确定没有问题。那就奇怪了，可是我在别的机构检测显示没有问题。谁知道你是掏钱去哪儿随便做的检测？你是堂堂清北毕业生，不可能那么蠢。说吧，在哪儿做的检测？当然是在我这里检测的。徐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学姐。许烨，他是谁？怕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好啊，这才跟我分开多久，就抱上新的富婆了？怪不得跟我说话这么有底气呢。果然啊，狗改不了吃屎。许烨，苦了你了，居然能够忍受这种女人这么久。要不说跟他分手了呢？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他们说你的清河蔬菜有严重的农药残留和有机化合物。没错，这是陆家实验室检测出的结果。不是，你又是谁啊？一进门就敢质疑陆家的权威？家人们，看样子是清河村的靠山出现了。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老头也是蠢，这陆家实验室啊都盖章定论了，他现在跳出来有什么用啊？你闭嘴！王老可是农业泰斗。不会吧？我这里的检测报告跟你们说的截然相反。老头儿，你这耳朵是不是坏了？你有什么资格跟陆家的权威性做比较呢？老头儿，你是那个女人的长辈吧？许毅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你们现在这样护着他，迟早连自己一起搭进去。清北联合生物实验室，王志国。老头儿，你少在这唬人了！住嘴！王老，您怎么突然来云州了？要是提前知道，我好做准备啊。想知道为什么？先把报告结果看清楚，你自然清楚。锌含量是普通黄瓜的31倍，维生素 C 更夸张，是同类蔬菜水平的42倍。这不是只有在高端保健品里才可能看到的吧？这蔬菜比保健品含量还要高。王老，这是真的吗？假的！别，王老，我错了，我不该质疑您。你们云州就跟麒麟阁一样，宝贝放到你们面前，却把它丢掉了。抱歉，王老，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好了，你们的事儿我也不想管了。我这次来啊，主要是想现场看一看这个清河菜，这个奇迹。好小子，不吭不响的，给我整个大的。这不是刚种植出来，第一时间就给您发过去了吗？好样的！领导，这数据绝对是假的，这种菜怎么可能会种植得出来啊？看看里边的盖章吧，清北联合实验室4次交叉检测审核，还有最后王老的亲自盖章。你们好得很呢，联合陆家一起做伪证，目的就是败坏我们清河生态菜。这件事我会彻查到底，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别，领导，我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我们镇的农产业也是县里的重点项目，你可不能就这么放弃了我们呀！领导，不关我的事啊，我就是他们请来抹黑清河村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诬陷造谣我们云州生态经济，你们以为这事很轻吗？小易，快跟我回去，拆迁队来人要强拆我们村子了，你弟他们正在挡着呢。什么？快走！不能拆！不能拆！大家都住手！侯平，还没有到拆迁时间，你带人来干什么？我说许卫东，这都什么时候了，何必呢？还在这垂死挣扎呢？一家3万，就拆你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足够啊，可别不知足啊！我们村已经谈成了上亿的项目，谁稀罕你的臭钱？你是说，就你们村种的那个清河菜呀？你还不知道吧？陆家实验室已经证实了，你们种的那是毒菜。还没有盖棺定论，你就这么着急拆迁，是不是害怕了？害怕我们清河村起来？你说接受现实不好吗？非要整这些幺蛾子，弄得大家现在都不好下台，都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拆！别往上拆！看你们谁敢！不能拆！快白了！领导，您不是在市里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在干什么？什么年代了，还强制拆迁，无法无天是吧？不是，我说你他妈谁呀？我是清河村村书记许毅。您就是刚从清北回来的那个毕业生，回来当书记的。领导，今天您来了，正好您给做个见证。您看，这就是拆迁地清河村。拆迁？我还正准备和几个老伙计合计着给清河村申请一个现代化农业科技园的指标呢。这可是国家级的金字招牌，如果清河村能申请到，那连云州市也要腾飞啊！所以啊，这地不能拆。我说你又是谁呀？说申请就申请，你说这种大话都不怕闪了舌头吗？你给我闭嘴！许毅同志，您别着急，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这份拆迁文件是谁下达的？这不是咱们县里审批的吗？为了咱们那个
云州农业运输，给他们建立那个道路运输基站嘛。但我记得运输基站点是经过你家青叶镇的。领导，刚开始是这样，但这不是经过县里研究决定，这不是因为清河村没有经济价值，土地荒废，所以最后这才改了一下。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更换拆迁地，换到了隔壁的清河村。领导，这不也是为了咱们河源县更好的发展吗？那现在我们清河村有更好的发展前景，那你们青叶镇是不是应该也让出来作为运输基地拆迁改造啊？你简直是大言不惭呐！啊，就你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也能跟我们镇比？就靠你们种的那些蔬菜吗？侯经理消息不是很灵通啊，现在也还来得及，不信看看手机。什么意思啊？不是吧？这网上的舆论这么快就逆转了？侯经理，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吗？侯经理，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吗？那又怎么样？就靠你们村，这一个月卖你们种的那个什么清河菜能卖多少钱？估计连我们镇上一半的收入都达不到吧。看来侯经理对科技农业不是很重视。我们村的清河菜每个月的收入至少得10亿。说这种大话谁不会？徐同志，还是要实事求是啊。领导，我哎，你看，徐老弟，这几位都是外省的，而且都是餐饮界的巨头，他们的分量都要比我重，他们不好意思来堵你，只能去堵我了。老弟，你看这个，既然都是唐老板的朋友，那就是我们清河村的贵客，欢迎许书记，久仰大名。许书记，我也不绕弯子了，这次来就是为了清河菜来的。许书记，看来今天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各位，不如先一步我们村委会喝杯茶，我稍后就等。好吧，说领人去一下。哎，好，哎，各位走。行，这边，这些可都是国内餐饮企业的龙头，平常个个是想拉投资见不到人，现在就为了清河菜齐聚于此。侯经理，还不带着这些人离开？领导，这看样子侯经理是想要与法律对抗了。不，我这就带他们走。这。徐书记，我就直说了吧，关于收购价格，我们可以在唐老板的基础上再加3成，合同一次性签5年，货款也可以预付3年的。没错，赵总说的是我们共同的意思。唐哥，别紧张。几位老板的好意呢，我心领了。不过我和唐老板已经签订了独家供货协议，至于怎么安排，那都是唐老板的事情。是自己用呢，还是拿出来拓宽人脉，我不掺和的。徐老弟，唐哥呢是第一个支援我们清河村的人，所以这份恩情我们不会忘。不过虽然市面上的蔬菜都签给唐哥了，但是我们清河蔬菜最近刚成熟了一批不太常见的小东西，我想几位老板应该会很感兴趣。老弟，你这些小玩意儿成熟了吗？你小子还在这给我卖关子，还不快拿出来！你是王老？哎呀，抱歉，刚刚没看到您。行了，我也是临时过来的，赶紧把东西拿出来吧。哎，徐叔，帮忙把东西拿来吧。好嘞，老王。哇这是白芦笋，这是白芦笋，而且还是无可挑剔的高品质白芦笋。这种品相在顶级产地一年都难出1根呐！这品质比我特地空运过来的顶级食材还要高出不止1个档次。老郭你们御膳房总店要是用了这种品质的白芦笋，隔壁天天想压你一头的米其林3星，拿什么跟你争？那是必须的。这是号称森林鱼子酱的纸成，好东西啊这！
极品，这骨肉饱满度和香气简直是前所未有啊！哎呀，好多籽啊！怎么样？不错，你小子。哎呦，这灵芝啊，跟个小伞一样。许书记，不知道这东西具体产量多少？产量嘛，不多，月产量白芦笋每个月30吨，纸橙30吨，那灵芝嘛，产量不多，2吨。徐毅啊，你可不能诓我！怎么会骗您呢？您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去我们农场看一下。哎，魏国叔，带王老去看一看。好的，好的，王老，请走走。这边。嘿，许书记，这些东西我全要了，1个月30亿，合作签多久都行，我甚至可以1年一次性付清，1个月50亿，并且承诺5年内清河2字会成为全球顶级食材的代名词。哼，我出70亿1个月，顾总，50亿你打发叫花子呢？米其林那不过是给普通富豪看的，我的客户可都是定制各个行业规则的人。80亿，我出80亿1个月；80亿，我出90亿，我出100亿。齐外老板不要火气这么大嘛，和气才能生财。堂哥呢是我在云城交的第一个朋友，所以刚才那4样东西总产量的比例，堂哥占1成。老弟，这个你让我说什么好啊？都是自己人。至于剩下的9成吧，3位老板也是远道而来的贵客，每人3成，交个朋友，一起赚钱不是更好？许书记快人快语，我赵某人服了，3成，我没意见。我也没意见。许书记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咱们这个份额聊好了，接下来就该聊聊价格了。我觉得陈老板最后喊的那个价格非常有诚意，这个总价嘛，就按这个价格来算，每一成的份额的价格每个月10亿，不知道3位老板觉得如何？没问题，价是我们自己定的，现在要是怂了，还算什么老爷们？3成，1个月30亿，都听您的安排。赵总说的对，生意做到我们这个层次，挣的不是钱，10亿就10亿。不行，你们不能签。不行，你们不能签，1成10个亿。许毅，你是疯了吗？原来是陆小姐，你一个蔬菜批发商，难不成还想跟我们争？我没想和你们争，但是这单子你们要和我陆家谈。陆小姐，你什么意思？许毅，你闹也闹够了，是时候该结束了。你不就是想让我们家接纳你吗？只要你教出这个技术，我爸说不定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成为我们陆家的上门女婿。否则，这个后果你承担不起。哦，我倒想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你怕是不知道，国内大部分高端餐厅的顶尖食材都是由我们陆家提供的。只要我一句话，他们3个立马就会终止和你们清河村的合作。徐毅，我要是你啊，就乖乖的把技术和订单拿出来，就当是报答小敏对你的投资了。那我都要问问3位老板，当真不要我们清河的蔬菜了吗？别，许老板，没有的事儿，我一个唾沫一个钉，绝对不会终止合作的。陆小姐，我想你还不知道清河菜到底代表了什么，这是一场对高端餐饮业的洗牌。本来我还想给陆家留点脸面，预留点订单，现在看来不必了。通知采购部，从这个月开始终止与陆家的一切合作，将陆家从采购名单中踢出去。什么？你……沈经理，从今以后陆家的菜一律不收，一根菜叶子也别想进我们店。通知下去，御膳房旗下所有餐厅撤掉陆家的菜。你们怎么敢的？没有我们陆家提供的高端食材，你们就等着倒闭吧。你们陆家的菜大多都是进口的，还有脸说国内顶尖？现在有了清河生态，你们自求多福吧。徐毅，你要是把技术拿出来，整个云州都会跟着受益，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许毅，你怕是不知道我们陆家在高端餐饮业代表着什么，你就等着求我的那一天吧。
懒得跟你们说这么多，门就在那里，请自便。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你们几个慢走啊。老弟，那我就先去送他们了。好。拆迁那帮人已经被赶走了。领导，如果他们以后再来，我该怎么办？只要你们清河村能拿下全国农业示范点的牌子，不仅能解决你们的拆迁问题，后续的我还会专门为你们清河村申请免税、修路。修路免税？没错，以后清河村就是云州的重点关注项目，至少1年免税。接个电话。哎，许乐，一哥，咱们清河村年度合同金额统计出来了。哎，好，我知道了。检测到清河村名下企业年度合同总金额已突破1000亿人民币，成功达成隐藏成就1000亿村，获得奖励超级畜牧养殖场及基因优化、自动化饲养、环境模拟、疫病根除于一体的养殖场，可实现对肉、蛋、奶等产品品质精准定制。顶级牛肉，有了。徐老弟，你什么时候来的荆州？也不提前跟我说声。王老这不是帮我们清河村特意申请了国家先进农业牌吗？特意举办了一场农业会，我这不就特意过来跟赵老板叙叙旧吗？好事儿啊！啊，对了，看看我们菜单，即使最高已经卖到3万，依旧供不应求，许多老板都催着呢。不错不错。哎，对了，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事，这个呢是我们农业交流会的邀请函，有时间过去看看。放心，徐老弟，你的主场我肯定到。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陆家订单下跌85%，赵老板他们全部退货，并且永不收购。咱们的股票也一路在下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还不是你那个妹妹蠢货干的好事儿！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给我滚回来！爸，我回来了。陆叔叔，你好。管家，把他给丢出去！哎，陆叔叔，小棉，爸，你这是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让你把许毅那个小子给甩了，是让你找个更好的。可你呢？啊，你看看你给我找的是个什么货色？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长眼力见的女儿？爸，你说什么呢？我跟他只是朋友。行了，我不管你那什么的。我问你，前2天你去云州干什么去了？爸，我跟你说啊，最近火爆云州的清河菜就是许毅种的。什么？清河生态是他种的？对啊，我跟你说过，他很有能力的。好，那太好了。我那亲女婿现在在哪儿？赶紧让他过来见我。他最近有点不太听话，我准备晾着他，顺便给他一些教训。你，爸，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混账东西，谁让你跟他分手的？爸，当初你和姐姐都不看好他，我跟他要分手，你们不应该感到开心吗？再说了，高端菜始终是我们陆家的天下，等他认清现实，自然就会像狗一样带着技术回来找我们了。小敏，你没有看网上的消息吗？消息？什么消息？你自己看看。怎么可能？清河菜不仅在国内火，国外更是供不应求。科技巨星和国际巨头都在抢购清河菜。这样，小敏，明天荆州会举行一场全国农业科技交流大会，那个许毅他肯定会去参加。你明天必须把他给回心转意，要不然你就是跪，也要把他给我求回来，听见没？什么？你让我给他下跪？这不可能！愿意，不愿意就给我滚出陆家！你怎么回事啊？我让你过来跪下道歉，你怎么还坐在地上撒泼打滚你？那许毅也不是个东西吧？大庭广众之下就把人晾在这儿，别说了！
当初是你们看不上他，到处贬低他，甚至把他清北毕业生的文凭变得一文不值，都是因为你们。你怎么跟我说话呢？行，既然你没有挽回许意，那你就乖乖的跟我全联姻。联姻？爸，陆家都快没了，你还想着卖女儿？奶奶，你说什么呢？没有人再会买陆家的产品了。洪熙宁用你实验室的名义弄虚作假，跟清北联合实验室对抗，还有谁会买？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这个贱人，是你盗用陆家的公章。走，跟我回家。走。许烨，你没事吧？没事儿，都过去了，而且我也没辜负我们村的希望。等拿到先进标牌，村子里面拆迁的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小姚，你怎么在这儿？小姚啊，你还真是这么久都不回家看看，你妹妹都想你了。我没有妹妹。哎呦，小姚啊，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你要是有什么气发在我身上就行了，不要迁怒你妹妹啊。我说你这段时间怎么不回家？原来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是啊，小姚，你就算有什么气也别自暴自弃呀，随便拉一个人就……这样貌虽然不错，但咱们家是什么身份呀？最重要的是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你跟李婉晴这个贱人就是门当户对，还是说你当年这个凤凰男跟我妈就是门当户对了？住嘴！胡乱说什么？这位先生，请你注意一下场合。住嘴！胡乱说什么？这位先生，请你注意一下场合。我在教训我女儿，你在插什么手？滚开！哟，这不是许毅吗？你是？你都不认识？当初若不是我主动放手出国，你能舔到陆敏吗？哼，丑就丑，还找什么理由掩盖啊？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牙尖嘴利，吃软饭的功夫是一点没少啊。没办法，剑魔在这儿，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哎呀，沈少，你何必跟这种下等人一般见识呢？哎，你和浅浅什么时候回国的？昨天刚到，沈哥哥突然说回国有点急事，我就跟着一起来了。哎呀，你也是为清河菜而来？没错，只要拿下清河菜的合作订单，我们的公司产品研究就会更进一步，甚至还能入选国礼名单也说不定。国礼名单那可是与瓷器丝绸并列了。不过眼下我还缺少一个秘书帮忙打理，不知道萧叔可有推荐？没问题。瑶瑶虽然没有浅浅强，但是怎么说也是清北毕业，她要是跟在你后面做秘书，绰绰有余。就你死了这条心吧。怎么说话呢？沈少看得上你是你的荣幸。哎，不，我倒觉得李阿姨更合适。这风韵犹存，这女人嘛如酒，浓香味，越老越醇厚。你这好话说的也没用。哼，如果没力气了，萧先生还可以在后面帮忙推。混账！你在说什么呢？信不信我弄死你？哎呀，浩哥，别冲动，这可是在国家交流会上啊。小姚，我告诉你，你母亲那点股份，我马上就触手可得。你那个农场也别想留了。你现在只要跟着沈少，我会给你一点情面。小凤豪，你敢动我妈的农场？小姚，你胡说什么呢？跟着沈少又不会亏待你。你要是真想保下你母亲的农场，你就乖乖听你爸的话。哎呀，其实我还挺喜欢小动物的，炖汤养身体特别好。你们敢？别激动，等我把萧氏买下来就没事了。什么？收购萧氏？你以为你是谁啊？不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领，还想收购萧氏？我能搞垮陆氏，也能搞垮你的萧氏。
不信你们就等着瞧。嘿嘿，大言不惭，还搞垮陆氏，你以为你是清河老板啊？哼！这里怎么回事啊？王老，您怎么来了？没什么事儿，就是刚刚有人打着清河生态的名号，在这作福作威。有这事儿？这人呢？就这小子拿着清河生态的名头诓骗我女儿，还大言不惭收购我萧家。你们说的人是他？嗯，清河蔬菜就是人家造出来的，还有什么隐瞒的？什么？你是清河生态的老板？不可能啊！他怎么可能是真的清河老板啊？王老，你该不会是认错了吧？我还没有到老眼昏花的地步，而且我的学生逍遥一直在我的实验室里工作，他只是单纯的不想见你们而已。还有你，刚才说我学生什么来着？没有了，都是误会，我就跟他开个玩笑。哎，瑶瑶，你真的是王老的学生？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告诉你干嘛？让我大度将清北联合实验室研究生的名额让给你这个女儿。我知道姐姐不喜欢我，但我真的没想抢姐姐的东西啊。哎，瑶瑶，没错，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行了，你们一家人叽叽喳喳的，没有一个正常人。至于我有没有能力，你们等一个电话不就知道了？什么电话？喂，老板，不好了，刚刚赵老板和顾总他们全部中断了与我们消失肉品的合作。怎么会是这样？豪哥，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小子就一个卖菜的，你怕什么呀？我去，住嘴！你，许先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委屈了贤婿，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什么关起门来好好说一下啊，就别那么绝嘛。那不会，我收购了萧家以后会交给逍遥打理。好了，逍遥，那边还有实验室几个老家伙，我带你给他们敬杯酒去。许烨，我先过去一下。走。既然你是清河的老板，那就好办，我要拿你们的菜当饲料。你开个价。这谁呀？这么嚣张？好像是沈家总裁，他们家可是国际肉品企业的巨鳄，还真有资格收购清河生态。没错，清河生态确实强，但蔬菜和肉品之间是有一道不可横跨的鸿沟啊。我们清河已经和赵老板他们签订了合同，未来几年的份额都签给他们，即使有份额也不会卖给你们。我想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要收购你们清河生态，让你们给我种菜，喂养我的牛羊。就是的，就你那点菜，谁看得上？如果不是清河菜的营养价值高，能够提升肉的品质，谁会在意清河啊？行啊，那就来个千百万的，算你还识相。如果我们的肉品产品入选国礼名单，你们的清河菜还能沾一点光。你去拟合同去吧。不愧是国际肉联大鳄，动辄就能拿出百万、千万、亿。你说什么？你抢钱呢？就你们那个破地方那个村子，我花1个亿都觉得亏。没钱装什么呀？穷逼！我们清河村一年的订单都是1000亿打底，刚好我下一步想搞个养殖，需要一些种畜。我看你们公司不错，你开个价吧。1000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你们这从穷乡僻壤地方出来的人，能有什么眼界？还想搞高端养殖？哼，真是不知所谓啊！没错，哪一个顶级繁育基地手里的订单不是排在几年后的？特级种畜每一只都是战略资源，根本不会在市场上流动。我看和这个口无遮拦之辈没什么好聊的，我们走吧。走。许烨，我承认你是有点能力，就算你再有钱，那些顶尖基地也不会卖给你的，你甚至连门都看不见。谁说的？谁说的？赵老板，您怎么来了？哎呀，徐老弟，你要搞高端养殖，跟我说呀，要多少给你弄多少。等到出栏的时候，别忘了多些份额就行。哎呀，那就谢谢赵老板啊！我本来想等着交流会结束之后再联系您的。这你就见外了不是？你来了，不管多忙，我都要抽时间出来的吧。对了，你刚好在，我把这个月订单钱给你，你收好，30亿，还有唐老板的10亿，我的3成30亿也在这儿。还有我的100亿，和之前的一样。什么？100亿？这么多，赵叔，
他一个穷村子出来的，用得着给那么高的收购价吗？你们沈家自从交到你手里，真是越混越回去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许书记的人脉，不就是一些牲畜，要多少我给多少。赵叔，我们沈家最近可是在竞争国礼名单，你这么针对我，你千万可别后悔。就你们沈家的养殖技术，抄袭了多少国外的，我不清楚吗？还想竞争国礼，这话要是许书记说，我还相信一些。谁在诋毁我的养殖技术啊？沈会长，您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我的名声就毁了。赵老板，沈家的肉品是我研究的，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信不信我让你餐厅的客人吃不到一块好肉？赵老板，你脾气还是那么暴。沈老，这话就过分了。过分？我看赵老板你是不想在高端餐饮里干下去了，除非你餐厅的客人都只吃素。真不愧是一家人呐，打压威胁人的这一套用得炉火纯青。你们沈家就这么自信？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人能培育出高端的肉品。整个国内的高端肉品都由我沈家把持，只要我一句话，没有任何人敢出手商品。你就是最近挺火的清河餐厅老板，你要是识相的话，就把你的技术交出来，帮我们种菜养猪牛。等我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入选国礼名单，也能让你沾点光。许书记，国礼名单事关重大，高端肉品一直被国外所把控，所以国内为了打破这个缺口，才举办了一场名单竞选。您是？我是云州书记李翔，虽然不想承认，但沈伟作为贡品研究协会的副会长，确实是最有底蕴与实力的。那您的意思是让我配合一下子？没错，事关国家荣誉，我劝你退一步，这样既能保全清河生态，也能带着云州沾光，这可是国礼，国家脸面。抱歉啊，实在没有退一步的习惯。你要干什么？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能拿我清河的菜来喂你们的牛和羊，那不如我们签个对赌协议。许书记，别冲动啊！1块钱，如果你们赢了，我清河生态1块钱买赔。如果我们培育出的牛和羊肉品质高于你们，我1块钱收购你们沈氏国际技术。你一个种菜的小孙子，有什么资格和我们沈家签对赌协议？怎么没有？人家100亩，每年就能创造上千亿的订单，单单这技术就无法用金钱来估量。那又怎么样？我们沈家可是要入选国礼名单的。你们的八字还没一撇呢，我们清河的菜可是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现代农业改革标杆技术奖呢。国家标杆荣誉，就你们那破村子？什么？我亲自申请的，你有意见？没，对不起王老，我不知道是您认证的。既然是王老认证，那我也没意见。这样的话，他们清河生态也有资格和我们签对赌协议。徐毅啊，这高端养殖可不容易，而且你才签下的对赌协议，国家颁发的标牌也要往后延。况且清河生态不确定在你对赌以后还是不是属于你，你呀一定要想清楚。我已经考虑好了，既然我能用科技进行种植蔬菜，我也能用科技进行养殖。徐书记，这可不是上头的时候，没有了清河生态，你村子可就要被拆了呀。领导，我们清河的菜可不能成为高端的饲料，这会让我们清河村的人抬不起头来。好，徐书记，我老赵虽然不懂什么，但我相信你的能力。他沈家的肉我不稀罕。赵老板，你考虑清楚了就好。我很清楚，我跟你们沈家自今日起中断所有合作。好，你别后悔就行。荆州又不止你一家高端餐饮，那你们二位呢？这我们就不掺和了。徐书记，你这次可是有点冲动了，我也就不掺和了。你们行了，合同拿来吧。你清河生态我沈家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许书记啊，太冲动了！这样一搞，不仅咱们致富的清河蔬菜没有了，连这国家标牌的荣誉也没了。是啊，村子还要被拆迁，这搞来搞去又回到解放前了。
我当初就说了，小易呀还太年轻，办事不成熟，这菜卖给谁不是卖啊？非要争那口气。行了行了啊，这都是小易自己弄出来的，该怎么处理他自己知道，让你们来啊，怕连个屁都放不出来吧？大哥，这都月底了，小易那边咋还没消息呢？没有，不过我相信我儿子，他一定能成。我也觉得。多说，我们又来了。侯新明，你来干什么？约定的时间到了，你们村该签字了。许毅呢？该不会躲着不敢出来见人了吧？我们书记还在忙，而且我记得距离合同时间还有半个月吧？是有半个月，可合同也说明了，1月内你们培养不出一批肉品来，你们就直接输了。国礼名单马上就要开始，我们还要进行改造，可没时间跟你们耗。这不是我说，你们这好好的把菜卖给沈少当饲料不好，还非要逞强搞什么养殖，还1个月出来，做梦的吧？就是，沈家可是国际肉联大亨，在顶尖养殖培育行业数百年，以前还是皇家专供，哪是你们一个破村子能够碰瓷儿？让许书记出来吧，该面对的总要面对的。谁说我们没有培育出来？谁说我们没有培育出来？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了？我现在已经是沈少的人了，你后悔也没用。恭喜，住所死。当然，也恭喜侯先生跟沈少成为同道中。你许毅，别在这耍嘴皮子了。就算你说再对，也要在这文件上签字。你这赔礼道歉的羊腿不错，我就收下了。收购的钱，给你多加100块。哎，这个肉不是给你的，我是给李书记准备的。许毅，你就别挣扎了。沈少已经决定要将清河生态搬回荆州，你们清河村回归贫穷。不管你再怎么讨好领导，也没用。徐书记，你这我根本帮不了你啊！1个月种树成熟出来，根本做不到啊！李书记难道忘了我们清河蔬菜的成熟时期了吗？如果科技养殖跟普通养殖一样的，这不白研究了吗？你是说……不错，赵老板送到我们清河村的第一批西域刀郎羊和大围子猪已经出栏了。不可能，1个月就成熟出栏，哪怕吃激素长大都不可能这么快。你这怕不是从哪儿弄来糊弄人的吧？领导应该尝过刀郎羊吧？不信的话可以尝尝。好，我信许书记这一次。这味道绝了！普通的刀郎羊完全没有可比性，肉感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许书记，这真的是你们清河村养殖培育的？我们既然能够用科技种植出蔬菜，也能够用科学养殖出猪羊，比起沾别人的光，我们云州自己入选国力名单，那岂不是更好？没错，清河村谁都动不了。领导，咱不是说好的吗？怎么又不拆了？为什么要拆啊？按照对赌合约约定，我们已经在1个月内培育出一批猪羊来，而且至于肉质的话，等我们清河肉上市，半个月内自然会见分晓。谁知道你是从哪弄来一批成熟的猪羊，在这糊弄人？领导，这是我们养殖场的监控和数据，您可以看看。这真的是养殖场？不错，牲畜在进入养殖场之前呢，都会进行全自动化的清洗和消毒，并且会配备音乐微型环境舒缓系统，释放出来的声波呢，都会让生物的身心达到最放松的状态，并且专门配备了智能按摩肌肉活化系统。这豪华配置和饲料啊，我甚至都有些羡慕这些猪羊了。其实呢，科技养殖是一场伊甸园，它能够让牲畜的基因肉质达到最完美的状态。领导，还要去实地考察吗？嘿，不用，我相信你。领导，就算他1个月内能养殖出一批成熟猪羊，但他也不能跟国际肉联的沈家比啊。果然是小村子，没吃过什么顶尖的东西。我确实没吃过什么顶级的食材，但是清河村是我们河源县的重点企业，我不可能轻易就送他走。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勾结，都这么护着破村子？哎，别！领导，他就是说话不过脑子。快走！就这么决定了，按照原计划拆除青叶镇，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我这儿装不下几位大佛，就回吧。我就明着跟你们说吧，只要我沈家说一句话，没有任何一家高端餐厅敢收购你们的肉。徐烨，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你不懂得珍惜，那就别怪我了。你们一群泥腿子，根本不知道沈家在高端养殖行业中代表着什么。哎，沈少，这跟我们说的不一样啊，这我回家没法交代啊。沈少，哎呀，来，徐老弟，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看着还是不着急啊？有什么好急的？还不急？老弟，这沈家已经对所有高端餐饮业下达了封杀令，让所有人不得收购清河生态的产品。是啊，就我们两家在手，也是杯水车薪，对整个高端餐饮行业造成不了太大影响啊。哎，那可不一定啊，只要品质顶尖，肯定很多人争着抢着要领。而且我保你们在1周内成为国际最顶尖的餐厅。哎，刚好到饭点了，走，我请你们吃个饭吧。哎，走。徐老弟，你给哥哥们透个底，你这养殖到底咋样啊？养殖场嘛，投资了100亿，占地100亩。啊？就100亩？是啊，这100亩地能养殖多少牲畜出来？老弟，你还是别开这种玩笑了。是啊，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要了1400头华犀牛，2000头大围子猪，还有2800只羊，这100亩怎么装得下呀？二位可别忘了，我这是科技养殖，跟普通养殖可不一样。每个牲畜呢都有自己单独的隔间，空间利用率很大。哎，不是哥哥不信，实在是最近我那些餐厅被沈家打压的紧，没了高端肉，顾客流失大半，压力大呀。是啊，我这儿啊还比不过赵老板。这麒麟阁自从得了沈家的帮助，马上又要超过我天然居了。哎呀，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哎呀，徐老弟，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红烧肉来了。你们慢慢吃，还有俩菜。小易，招呼客人啊。这是，来，快尝尝。吃。徐老弟，我老赵这辈子没服过什么人，但我是心服口服啊！这肉足够统传整个沈家啊！不，是整个国际肉品行业。没错，我现在呀啥也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这牲畜啊每只有多重。不多，大围子猪呢出栏的平均重量大概在400斤左右，刀郎羊稍微轻一点，200斤左右。多少？400斤？老弟，你确定你说的这不是种猪啊？没错，1个月出栏，大概的均重呢就是这样。还是1个月出栏呢？徐老弟，你说这猪怎么卖？按只卖，1只100万。100万？这个价格，二位觉得贵是吧？那我给二位算个账啊。按照重量折算呢，大围子猪平均1斤在2500左右，而且刀郎羊1斤在5000左右。二位觉得这个肉质比起沈家的肉品质如何？那自然是天壤之别。沈家肉跟你肉比起来，完全是合成肉。那二位觉得这国礼名单花落谁家？对呀，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不就是100万吗？我买。这哪是肉啊，这是身份，是面子，是朋友圈最顶级的凡尔赛。没错，这清河村呐，要是能入选国礼名单，那这顿红烧肉那可比买一辆崭新的法拉利去炸街要有面子多了。这些牲畜呢都是赵老板你送来的，所以你心里有数。你觉得能全部吃下吗？啥意思啊？难道不跟顾总他们的分成来吗？这次呢就不带顾总他们了，所有的订单就交给你们二位处理。好，徐老弟爽快，我老赵保证让清河成为国际高端餐饮金字塔顶尖的存在。杨会长，你怎么亲自来了？想吃什么我给您送去就是了。
行了，你小子别给我整这些虚的，把肉给我拿上来吧，让我看看你是有多大的底气，连沈家的面子都不给了。好嘞，你就等好吧。来，这味道，杨会长，感觉如何啊？你小子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沈家这次怕是要栽个大跟头了。多多合作。爸，失陪去。你怎么突然回国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不回来能行吗？国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个云州特产，你知道是哪个公司培育出来的？这我也不太清楚。云州特产的猪羊肉突然冒出来，只在那几个大人物手里流通，这也太神秘了吧。伯父好，沈哥已经很努力了。听到国际拍卖会上有一只云州特产的羊鸭粥，特意过来的。一天到晚离不开女人，公司早晚败你手里。爸，您这话说的，你儿子我有那么不堪吗？沈哥，你看那边是不是许毅他们？哼，还真是。什么场合也是他们穷酸地方的人该来。赵老板，你藏的可真够深的，谁能想到这最近神秘的云州特产是从你手里出来的吗？哎，这还不是多亏了我身边的这位许书记。许书记？一元协议笑话的那个清河生态？这么说怎么会啊？那天的事你又不是不清楚，我跟许书记同一战线，你说我的特产从哪儿来的？好，许毅，田主事，你这拍卖行什么情况？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了？是啊，你是不知道我们沈家的动作吗？还敢放这两个人进来？雷老板，那我跟许书记就先走了。哎，别，这次拍卖会你们可是压轴，要再走了，我这拍卖会不成笑话了。田主事，赵老板的紫辰会所早就不是荆州第一了，你还用给他留什么情面？是啊，还有旁边这位，也是一元协议笑话里的小丑，竟然还敢在这种场合露面。闭嘴！这二位是我特意邀请来的贵宾，你们如果再出言不逊，我只好请你们出去。贵客？他们俩？田主事，你怕是脑子不太清楚啊。保安上来，将这两个扰乱秩序的人给我请出去。连主事，你确定要将我儿子赶出去？爸，跟他们废什么话？走就走了，谁稀罕在这地方？闭嘴，说得清楚。如果今天你们被赶出去，明天我们将会成为上流社会的笑柄。那又怎样？在我的会场对我的客人出言不逊，那就是打我国际联拍行的脸。道歉。爸，你让我给那个小丑道歉？我不想再说第二次。对不起。哼，想让我道歉？不可能！想让我道歉？不可能！你干什么？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想不再低三下气吗？你让我跟一个小白脸道歉，那我跟着你还有什么用？你在这发什么疯？不是我，你早被陆家嫁给那个老头了，再闹就给我滚！行了，没兴趣听你们在这吵架。赵哥，咱们入场吧。哎，两位这边请。这逆子，你没事惹他们干什么？谁惹他们了？你不知道吗？那个一元协议就是刚刚那个小子跟我签的。哼，我这次让你回国，本来是想让你跟清河生态谈一谈，就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我既然对上了，就不要手软。我身后正是最近神秘的、令无数人好奇的云州特产——云州羊。这就是云州羊啊！起拍价100万美刀。有多少？100万美刀有点高了吧？怎么买得起啊？起拍价100万美刀，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50万。
350万，我今天怎么说也要尝尝云州特产到底什么味儿。徐烨，你来参加拍卖会一口价也不喊啊？你们来干什么？要不我赏你几个子儿？我来这儿又不是拍东西的。没钱就是没钱，怕是都砸进养殖场那个无底洞了吧？别忘了还有2天，时间可就到了。哼，900万，1000万，还有1000万美金，徐志阳，沈家要了，但是我有个条件，我要和卖家见一面。1000万1次，1000万2次，1000万成就！恭喜沈先生获得拍品。恭喜啊！恭喜！我操，1000万美金，合计7000多万人民币，这沈家那么豪横。这钱买的不是羊，而是面子。连主事，不是可行？这个要问一下卖家的意愿。沈先生豪横。小伙子，我在和连主事说话。你什么东西？敢打扰我爸与连主事谈话？再怎么有钱，也改变不了乡下人没教养的事实。陆明啊，你还真是吃一堑再吃一堑，就是不长记性。你该不会是卖家吧？他一个种菜的，怎么可能培育出这样的优良牲畜？连主事，在这里我给你面子，可我们沈家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今天如果你不把他给我赶出去，那我们沈家就会退出国联拍卖行。沈总，您确定？我将他赶出去，您就见不到卖家了。什么意思啊？许书记啊，1000万美金一只羊，你这清河羊以后要彻底爆了。那也得感谢沈先生豪横的手笔，免费为我们云州的特产打了个广告。怎么可能？怎么又是这样？你们在说什么胡话？这只羊怎么可能是你们的？闭嘴！嘘，看来沈先生不怎么关注我这个无名小卒啊。我叫许毅，是清河村的村书记，也是1元协议的签订者。哎呀，看看我这脑子，我怎么能不认识许先生呢？我在国外可经常听你的大名，这一定是个误会。我们家圈子平时被我娇惯坏了，沈爷还不快给许先生道歉？爸，你让我给这个泥腿子道歉？没有什么误会，沈先生既然见到人了，钱直接给我就行。爸，您可别被他骗了，就他那破村子能养殖出什么猪羊来？混账！这云州特产能让上面的人趋之若鹜，你以为他们跟你一样蠢？我看你这总裁还是别当了。别，爸，我道歉，我道歉还不行吗？许先生，这是买羊的钱，一共1000万美金。许烨，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这件事就算了，行吧？这钱呢，我就收下了，道歉我就不收。别忘了过2天同样的话送给你。许烨，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虽然踏入了高端，但在国际上最顶尖的还是牛肉。小伙子，得饶人处且饶人，你那猪羊和牛肉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牛肉才是这个世界处理食物链顶端的硬通货。你看你们又齐了，你们这么自信，过2天如果赢了的话，我这清河生态不就是你们的了吗？你们应该高兴才是啊。好，很好，那就过2天，我看你拿什么跟我们比。许烨，机会给你了，你把握不住，那你就别怪我们了。爸，咱们走。喂，顾总，你这藏的可真深啊！定额包厢，给我来个清河烤全羊。清河烤全羊？李董，我们店没上这个菜呀。啊，没有？你们不是跟清河村是合作伙伴吗？那云州特产你们没有？算了，我问问别人。喂，莫名其妙啊！什么？清河出品？许书记，敬你一杯。赵老板，顾总跟陈先生想见一下许书记，您看？他们消息倒是灵通，宴会刚结束，人就来了。
1000万美金一只羊，谁见了不震惊一下呀？这会儿啊，消息在网上已经满天飞了。怎么样，徐老弟，要不要见一见？还是再把他们晾一晾？毕竟当初他们做的可不怎么地道。还是您老哥决定吧，毕竟现在清河的猪羊份额都在您家手上。好，许书记敞亮，这做生意我在京中的1亩3分地还能说上话。到了外地就没人给你面子了。那我就先叫他们上来。呵，许书记、赵老板，好久不见，你们俩真是瞒得我太苦了。是啊，我的客户每天盯着我要吃云州特产，我都快愁死了。就先不做了，许书记，听说你们村里最近要修路，我个人出资1000万，也算是为云州做点贡献。是啊，清河村山清水秀，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要去养老，你可别拒绝。那你们2位的好意我就先收下了，别站着了，快坐吧。许书记，之前交流会上的事儿，我自罚3杯，给您赔个不是。之前的事是我的不对，我也就不多说了，我也先自罚3杯，希望您大人有大量，不计前嫌。既然你们来呢，我也不绕弯子了，能让你们进来就说明有的打。100万一只，你们觉得如何？100万一只？许书记，这拍卖价和收购价可不能相提并论。除此之外呢，这个份额也只能按照之前的分成走。啊，许书记，这钱我们可以多出，但是这份额……是啊，这钱我们可以不在意，但这份额绝对不能少啊！你们如果不愿意的话，那我也没办法。我实话跟你们说吧，许书记已经把份额分给我和唐老板了。本来应该我来谈的，但我想这许书记的面子就没有逾越。既然这样，咱们谈。不，既然许书记说了，这要是让赵老板谈，怕不是要把我们给榨干了啊！刚刚是我不对，我对许书记您还是一直很信服的。你们也别考虑利弊了，我跟唐老板也是100万一只拿的，许书记能给你们一样的价格，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许书记，那您给个结果，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接受。在原来分成的基础上，你们2位一人拿出1成来，给赵老板、唐老板。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签合同；如果不愿意，我也不挽留了。好，2成就2成。好，就听许书记的。没有了清河肉啊，我这株洲第一就保不住了。欢迎大家来参加贡品协会1年1度的交流会。这次的主题便是牛。牛在国内关乎农耕，所以是禁止私自宰杀的。在我们国内，牛肉的起步要比国外慢很多，但我沈家有自信填补这个短板。跟最近神秘的云州特产比怎么样？沈家牛肉当年可是玉骨，云州特产一个卖猪羊的，怎么跟人家比啊？就是，但我更想知道，跟沈家签订1元协议的那个小丑，他敢不敢来？哎，小易，咱这牛肉还没出栏呢，这真没问题吧？哎呀，叔你就放心吧，咱是展示牛肉的口味，又不是产量啊。走。许烨，这儿。哎，王老呢？这次没来啊？还不是因为你那块肉，王老刚休息几天，又要进实验室忙了。你看这事儿整的。哎，徐烨，你这真是走到哪儿都改不掉你这副穷酸样。你当这是菜市场呢？背着个麻袋就来了。沈少，我刚刚还听说他们的牛还没出栏呢。就说嘛，这才1个半月，牛怎么可能成熟？他们怕是破罐子破摔了吧？没出栏能有什么劲道和味道？我劝你求一下沈少，别丢人现眼了。1个月的培育，即使肉质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状态，也足够碾压你了。大言不惭！1个月，那牛连精心调配的饲料都没吸收呢。所以你们怎么想？李阿姨呢？
最近你们萧氏集团这么平静，难道说……你乱说什么呢？我也没说什么呀。不过你们上层人士玩的就是花呀，沈兄也真是不挑啊，比姓曹的还狠。爸，他这个人耍嘴皮子厉害，等到一会儿公司被沈少1块钱收购了，他哭的。逍遥，我告诉你，这小子倒台了，我第一时间把你妈的农场给拆了。你怕是还不知道，最近爆火的云州生态是我们清河村的产品吗？什么？你在胡说什么？不就是同属云州，怎么就是你们的了？有本事就超过我沈家牛肉！我们走。我们也先进去吧。前段时间发生了议员对赌协议，一个毛头小子贬低我沈家牛肉的专业性，今天就让他见识一下何为最顶级的牛肉。上牛肉！为了这次交流会，我特意请来了米其林3星主厨约翰先生。而评委也是国际德高望重的品鉴师。这油脂雪花帆布真是太美了。这品相脂肪纹理丰富，分布均匀，不愧是御贡沈家。这入口的雪花纹理，每丝纤维都浸满肉香，咀嚼时渗出的油脂香而不腻，这口感，这香味，我给10分。这牛肉确实顶级，但是差一点，我只给9分。最终合计39分。39分，差1分满分，至少评级为 A5 和牛，不愧是沈家。国礼名单说不定国内第一个 A5 牛肉是稳了。徐烨，看到了吧？快把清河生态交给我，还能给你留点面子。研究出云州特产又能怎么样？还不是都给沈少做了嫁衣？说，亮招吧。好嘞。看看俺们村的，这是从哪个山沟沟出来的？还背个破麻袋。是啊，这啥呀？跟沈家比完全没可比性。我就说了，清河村是个小丑，上不了台面。Hey,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俺们书记说了，这肉随便煮一下就行了，没那么麻烦。你在糟蹋这块肉？书记，让我来操作，我能完美的呈现这块肉的品味。行吧，交给你了，省得麻烦你了。给。说，约翰先生这是怎么了？我怎么知道？可能是那个泥腿子惹他生气了。我的天哪，太完美了！这真是牛肉，这质感，这平滑度，说是翡翠宝石也不为过。他们怎么不说话了？我就知道这种科技产物完全看不出是肉，怎么可能好吃？甚至能不能吃都说不定。没错，各位评委可以开始打分了。许书记，你们到底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这就是奇迹啊！这肉简直是肉中的宝石。不可能，我们沈家怎么可能输给一个破村子？不对，这肉里边一定添加了某种化学致幻剂。我要求检测。没错，哪有肉是这样子的？要是没问题就奇怪了，必须拿去检测。你们都在干什么？我在米其林干了这么多年，摸过多少牛肉，有没有添加剂我能不知道吗？约翰先生，你可能不清楚，他是清北毕业的，
完全可以弄出一份让你都察觉不了的化学添加剂进去。哎，把这些肉找一个检测机构再去检测。别着急，样品我已经送去检测了，很快就会出结果。许烨，我看你是做贼心虚，想拖延时间吧？别愣着了，快把这些肉带走，送去检测机构。我看谁敢！这是我们清河村村书记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你们凭啥带走？你们干什么吃的？工资还想不想要？怎么回事？你们在干嘛？沈伟，怎么了？还把安保给叫过来了？去！你来的正好，我怀疑清河村在肉里动了手脚，正要送去检测。他们心里有鬼，要不然为什么拦着不让去检测？我记得跟你们沈家签订协议的就是清河生态吧？既然现在要去检测，说明清河生态什么？副长，是他们在肉里动了手脚才赢的。你就是清河生态的老板，你现在有什么要辩解的？还有什么好辩解的？完了，你怎么现在就来了？我要是再不来的话，我的学生就让你这行业这就惨了。好，你先消消气，我这不是正在处理这件事，你还信不过我啊？王老，即便您是农业领域太人，也不能这么糊涂的吧？许毅他弄了一个化学牛肉骗人，这完全是在打协会的脸啊！放屁！这肉是我们高科技精心培育的。既然不是，为什么不敢送去检测？必须是检测一下不就明白了？要检测的话，为什么非得你们去，不能我自己去检测？你们自己检测，谁知道是真是假？哦，你这是在质疑我啊？不是，您老别误会，我说的是许烨。现在打开你们的手机，好好上网看看。网上？哎，怎么回事？来看手机。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啊？这数据，这是牛肉能达到的。看来不需要我证明什么了。按照之前的协议，你们沈氏肉联国际公司是我的。这是1块钱。收好了。许烨，一哥，我不该看不起你，看在咱们同学一场的份上，咱别较真了，行吗？你呀，不是知道错了，而是知道自己的荣华富贵马上就溜走了。小伙子，这次是我们沈家的不对，我们可以给你赔礼道歉，但是你要我们沈家的公司里可都是我们的人，你过去也只不过是挂个名而已。沈先生，你这些话我之前已经听了很多遍，我都听腻了。至于沈氏，不，是许氏公司，怎么管理呢？就看我自己。好，很好，希望你最后不要再过来求我帮你。我们走。爸，就这么把沈家公司给他了？哼，别忘了协议是谁签的。但是他想拿我们沈家的公司也没那么容易。没错，公司里一大半可都是我们的人，剩下的就是一些老外。这小子以为他拿到的就是他的，真是天真。爸，这么说我可以当回公司总裁了？想都别想，我这个年龄还是有机会开个小号的。伯父，我相信你。好了，你小子，我这颗心呐，算是放下了。这国家的牌子就在那儿放着的，我还怕出不去呢。那不会，我就是放在王老您那儿暂存一下。不错，年轻就是要有这个自信心。你那个牛肉我看了，会帮你报上去的。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那是国礼，你这个文化底蕴还是差一点。但清河牛肉全世界可就独此一份。话是没错，不过这一次沈家在你手里栽了一个大跟斗，保不齐还会起来，你还是要小心一点。生意人看重的就是利益，而利益的根本就是商品。我们清河村什么都不怕，更不怕这些。喂，周哥，明天这新老板就要到了，您跟他熟，能不能给我透个底？我就跟你说一句，
跟着许书记走，保证你有赚不完的钱。这行，我听赵哥的。相信各位股东也都听说了，我家犬子前一阵被人做局，以1亿元将沈氏集团出售的事情。那么我旁边这位就是你们的新任董事长了。大家好，我叫许毅。哪来的毛头小子？这个集团是沈家人几代打下来的，哪是你说拿走就能拿走的？没错，大不了我们几个股东退股，跟沈家共同进退。小子，我给你1个亿，你自己离开，我们公司可不是你能染指的。唉，许先生到底是新任的总裁，大家还是要给点面子的。那个许总裁，我这儿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啊？哦，你说。你看，你还是继续当你的总裁，这个公司的各项决议你就别参与了，保持原样，这样对大家都好嘛。沈老板的意思是让我乖乖当一个傀儡总裁，这个方法好啊，既保全了你们沈家履行协议的脸面，又能让沈氏集团捏在你们手里。你看，这本身就是你们年轻人小打小闹的事情，我儿子已经被赶出公司了，你这儿也如愿的做上总裁了，这不是大家都好了吗？没错，小子，别给脸不要脸，大不了我们带着股份离开，到时候给你留个空壳公司，你自己玩去吧。其他人也是这个意思吗？对，公司业务涵盖全球，岂是你一个毛头小子能控制的？人脉订单都在我们手里，即使你收购了公司，没有我们，你的公司迟早完蛋。既然这样，大家把文件传阅一下。哎呀，许书记认清现实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嘛，比我那犬子强多了。股份转让协议，你们不是要走吗？门就在那，随时可以走。是认真的吗？公司离开了我们，可只是一个空壳了，那些外国人可不会给你面子的。我为什么要他们的面子？我给不给他们面子还另说。哼，大言不惭，生意往来可不只是产品质量，更重要的是人情往来。那只能说你们产品不行，你们还走不走啊？想走抓紧把字签了。你以为你的是国礼？你确定？当然，合同就摆在你们面前，想留下的我欢迎，不想留下可以拿钱走人。许书记，生意可不是这样做的，这样我们只会两败俱伤。你已经拿到了集团最大的股份权重，还不知足。沈先生，还有在座的各位，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这家企业不姓沈，而是姓许。好，你小子，我看没有了我们，你这国际业务怎么开展下去？大不了我们另起炉灶，烧火的还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怕什么？你们几个怎么不签了？啊，许老板，我是李庆，公司外联部副经理。我想了想，觉得还是留在公司，这些文件我就不签了。李庆，你在说什么？你忘了是谁培养你了吗？混账！如果不是沈家提拔你，你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关键时刻，你竟然给我反水！栽培？如果你们真的想栽培我的，就应该把我头上这个副字去掉。你告诉我，哪个公司的外联部会有副经理？当初就是因为你想塞人，设置一个外联部副经理，施舍给我，让我任劳任怨去辅佐那个蠢货。你想留下就不要后悔，离开了沈氏，什么都不是。大家已经签好字了，怎么还不走？请大家离开我的公司吧。恭喜许书记，你的清河牛肉入选国礼名单了。上面品尝了你的清河牛肉之后，当即就做出了通过。你这清河牛出栏了，可一定要给我送过来尝一尝啊！毕竟入选了国礼，我以后可没有多少机会尝了。还得多谢杨会长亲自送过来。国礼可是国家的脸面，我不亲自来送，那还能让谁来送啊？至于国礼金招牌，等你清河牛成熟了，我再给你送过来。好。这杨会长，您是说清河牛肉入选国礼了？当然。沈先生是要走？你们已经签了合同，怎么还不走？放心吧，该补偿的钱会按时打到你们卡上。这个徐总裁，我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你看这事闹的，
我们都不想离开公司啊。哎呀，是啊，我们刚刚是开玩笑的，我们与公司共进退。对，你们当这是菜市场呢？白纸黑字签好，各位已经不是公司股东了，还请离开我的公司。总裁，您别这样，我们也是公司元老，也是被沈家迷了心窍，我看你就给我们次机会吧。是啊，您这刚上位就将我们股东大清洗，这有点卸磨杀驴了吧？名声传出去，怕是不好吧？我卸磨杀驴，既然你们不想要体面，那就怪不得我。李经理，去请安保，把公司外来人员请出去。是，总裁。不用，我们自己能走。许老板，我们手里有大量国外客户，可以帮你开展国际市场。你确定你不需要我们了吗？李经理，你觉得我需要？不需要，老板，给我1个月时间，我会把国际市场全部收回来。好，很好，李青，我确实小看你了。哼！贱人，竟然连我爸都敢勾引，你还真是不知廉耻啊！来，你打，你现在就是沈家的弃子，信不信？我吹吹枕边风，你1分钱都拿不到。哎呀，浅，你怎么能这么和沈少说话呢？快道歉！道歉？道什么歉？按照辈分，他应该叫我一声小妈。混账，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说了他忘了说你是吧？你个窝囊男废物，连老婆当面给你戴绿帽子，你都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当你女儿，我都觉得恶心。你浅，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爸妈，你不能去公司一不顾啊！谁会在意这公司啊？我以后只要跟沈叔生个儿子，整个集团都是我的。你做梦！现在沈家集团已经在许毅手上了。沈叔都跟我说了，集团里面都是沈家培养的骨干，许毅想掌管整个集团，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嚯，没想到一进门先看到这么一出大戏啊！许毅，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笑话是吗？哎，那不是，我这次来呢是帮我老婆收回资产。不过你们关系这么乱，不如各论各的。许毅、逍遥，你们两个狗男女别得意，沈叔早晚会拿回自己的公司。看来你还没有收到消息，沈中和一批股东已经被我请出公司，你的沈叔恐怕现在已经被股东追出国外了吧？不可能，沈氏集团都是沈家的人，你怎么可能把他们都开了？那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不可能！瑶瑶，爸爸错了，爸之前是被猪油蒙了心，才被这2个贱人给诓骗了，才冷落了你，你就原谅我好不好？以后我一定做一个好爸爸。豪哥，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甚至不惜放下最后的尊严跟了沈少，就是为了保全萧家集团，你怎么能这么说我？闭嘴！你有尊严吗？当年明知道我有妻子，还恬不知耻地凑上来，你跟你女儿一样的货色，知廉耻！你说什么呀？当年要不是你自己挂不住下半身，我能拥护得了你吗？而且天庭月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闭嘴！我妈当初不是病死的吗？说，到底怎么回事？瑶瑶，别听她瞎说，她就是受不了惊吓，一下失心疯。不说是吧？什么意思啊？哎，赵哥，拜托你查的事情现在怎么样？我找了私家侦探，已经查清了。萧峰豪这个狗东西可真不是人，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上门。这件事麻烦你了。瑶瑶，你别被他骗了，我当年的事跟我没关系啊。谁是萧峰豪？有个案子需要找你了解，请跟我们走一趟。这不是，你瑶瑶，我错了，快走！我错了，瑶瑶。没事的，以后有我在。检测到清河村名下企业年度合同总金额已突破1万亿人民币，成功达成隐藏成就万亿村，获得奖励智能生态酿酒厂。智能生态酿酒厂融合了生物基因工程、智能发酵监控、微分子风味重组等尖端技术，可利用任何高品质原料，在极短的时间内酿造出顶级佳酿。当初我们要拆迁你们清河村的时候，
要给你们每户3万，现在应该反过来，这钱啊，应该你们清河村给我的了。这件事你和我们谈没用，得要等许书记回来了才能决定。哼，他是不会回来了。死丫头，说什么呢？贡品协会交流会结束了那么久，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不就是输给了沈家，没脸回来了呗？哎，小姑娘，你可别在这儿胡说啊！小许书记可不是那样的人，即便是输了，他也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村里的。哎，他可没胡说，这沈家当年可是御贡世家，牛肉品质享誉国际，怎么可能会输给你们呢？你们要是没钱啊，就乖乖在这儿自愿拆迁文件上签字吧。啊？清河生态农场马上就要被收购了，而且还是1元，他们这破村子哪有什么钱啊？哼，你们还真是贼心不死！拆迁这件事是领导定下来的，难道你们还要违抗不成？别拿领导压我，等荆州那边消息传回来，领导说不定也被调到哪个小角落去。你们领导啊，也就是识人不清，被许毅那家伙牵连了，那也是他应得的。不可能，这次我不签，一切都等许书记回来再说。老东西，你们几个要跟我玩赖是吧？是不是只要许毅那小子不回来，你们就一直不签字？哼，怎么，你要动手不成？小伙子，我警告你，你要耍横的时候，动脑子想一想，这是哪里？我们都是跟着领导安排走的，你牛逼你找领导去，你跟我们比比什么？不就是看我们村的年轻人出去剩几个老胡头任你欺负吗？啊！哎，我就是看你们好欺负，怎么了？你谁敢动我们清河村的人？谁敢动我们清河村的人？哼！许毅，你怎么回来了？我怎么不能回来？倒是3番5次的趁我不在威胁我们清河村，真当我们是好欺负的了？许毅，你怎么还打人呢？倒是忘了你了，就是不长记性啊，还敢在这里跳！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你凭什么打我？没有清河生态，你什么都不是，你还敢打我？许毅，我还以为你不敢回来了呢，回来的正好，把这份文件签了，再给我磕头道歉，我还能给你们每户多给点钱。他不是喜欢1元吗？给他多加1块钱就好了。哼，自愿拆迁协议，你脑子秀逗了？许毅，你一手打造的清河生态已经没了，还敢这么嚣张？我告诉你，今天你们把这些核桃给我捡起来拼好了，你们清河村就别想存在了。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是吧？谁说我们清河生态要没了？你别逞强了，交流会结束那么久，你还没回来，不就是输了不敢回来了吗？有没有可能我去履行协议，收购了他们公司？不可能，你们一个破村子再怎么厉害，有人家100年的心血厉害啊！那就瞪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国里入选名单，这怎么可能？你要是敢动，下半辈子让你在监狱里度过。喂，许乐，刚好快年底了，去做一个年度总结报告，从我卡上打一笔钱，让青叶镇的人带走。吹牛呢吧你？这才半年不到，你又是修路又是养殖的，种菜那点钱怕是早都花光了，你哪来的钱啊？爸，告诉一下他，清河村的牛和羊多少钱一只？100万一只。青叶镇待拆迁的有5000户，我们每只分出来几万就够了。100万一只，就算把人卖了也没那么贵啊！你们那猪要吃黄金长大的。陆敏，告诉你这个备胎，在拍卖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拍卖会？哎呀，别说了。哎呀，说呀！那天你回来就什么话都不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的清河羊在拍卖会上拍出了1000万美金。1000万美金？不，这些人都疯了吧？花那么多钱买只羊，
你的消息看来不是很灵通。别说了，还嫌不够丢人吗？走走走走走。哎，不是，这不是钱不要了？哎，爸叔，你们几个先看，我去找一下徐乐。哎，去！哎，等，哎呀，臭小子，还没说荆州那边的事儿呢。大哥，人都回来了，你还怕他走了不成？看，哎，来，快让我看看啊！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国礼证书呢。不对劲！局长，咱们县今年的 GDP 可能要超神了。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局长，你看看吧。咱们县去年的 GDP 才600多亿，今年怎么就1000亿了？王健，这个表格你怎么做的？不是啊，局长，你看清河村的数据。不可能，一个村干了将近600亿。领导，关于这个青叶镇的拆迁问题，可能还要延后一下。怎么，我还在这个位置上坐着呢，就迫不及待想帮我做决定了？不敢。但这清河村没了清河生态，根本没有任何价值，那还不如按照原先计划先拆除清河村呢。我看侯经理不少请你吃饭吧。领导，您这话可就严重了。咱们河源县的 GDP 数据一直上不去，那是因为你的工作失误。我看这个位置应该早就换人了。那我还告诉你了，今年我们河源县的 GDP 肯定超过你们东沙县。清河村吗？我记得也就发展了小半年，又能拉高多少？不可能！你们怎么回事？是不是知道我这个书记要被调走了？很开心啊！您误会了，领导，是咱们县的年度 GDP 最终数据出来了。一份 GDP 报告而已，用得着这么激动吗？不，我记得你们河源县的数据每年不一直是600亿左右吗？整这么大动静，今年还能增长100亿不成？不止哦，难道还真增长了不少，到800亿了？不，我就说嘛，这清河村的清河蔬菜每年最多也就100亿，200亿的增长怎么可能？不是，是领导您猜少了。难道还真增长了不少？让你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怎么？我记得河源县上一年有600亿，今年不会没增反降吧？1000多亿，增长了足足80%，这怎么可能是真的？领导，你就算是想要留下来，也不能注水这么夸张吧？刘同志，这份报告你们核对过了吗？核对过了，我让2个小组交叉独立审查，可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多出来的那80%都在于清河村。481亿，半年不到的时间，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刘同志，既然审核过了，就按照这个报告继续上报吧。好，不能上报，这件事情一定要去清河村亲自审查一遍才行。马同志，你怀疑我们河源县上下一心，联合作假不成？领导，你有弄虚作假的理由啊！即使一个小村庄，它种出的蔬菜再火爆，也不可能短短半年的时间干出近500亿的 GDP 吧？好，很好。既然马同志想查，我就陪你查。刘国栋，跟我去清河村。领导，这阵仗是什么意思？还想拆了我们清河村？徐书记，看看这份数据，你难道不觉得离谱吗？有什么问题吗？你到现在还是冥顽不灵。一个小乡村，半年不到，你弄出将近600亿的流水，你是不是害怕失去靠山，故意做的假账啊？我算是听出来了，您是觉得我跟领导的关系匪浅，虚报假账是吧？我犯得着这么做吗？怎么犯不着啊？没有了领导和清河生态作为保护伞，清河村就得拆，所以你才铤而走险。我劝你最好还是坦白从宽，等查出问题，别怪我严厉打击你河源县的歪风邪气。查可以，但是你们无凭无据，凭着主观意识就抹黑我们清河村，如果没查出问题了，我可要你一个交代。好，没有问题，我亲自给你道歉。我要你道歉有什么用？领导，他这算是重大事情了。是有些逾越了。好，
没有问题，我辞职回家总行了吧？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许乐，许书记，下半年所有的合同文件都在这儿了。领导们，请吧。看一下，这个对吧？你看看这个数。领导，结果出来了。怎么有问题？我就知道，这么一个小乡村，怎么可能弄出将近600亿的 GDP？ 首先是清河村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年度净利润300亿，多少？纯利润300亿。清河镇畜牧有限公司年度净利润62亿，总利润360亿。通过生产、支出、营收3方核对，清河村的 GDP 指数可能比我们预算的还要高。好啊，很好。许书记，没想到你还真给我一个不小的惊喜啊！不可能！不对，清河村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这一块为什么没有税收？我就知道有问题。你看，你又气。够了，马同志，我还就明跟你说，为了扶持清河村，县里对其产业3年免税，这是得到上边认可签字的。这位领导可能还不知道吧，我们清河蔬菜每个月光订单至少100亿。清河猪羊最近刚开始，所以才只有60亿。这些你都知道？别胡说，我也是刚知道。好啊，我说呢，你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原来让我在这儿栽跟头。但即使你把我踢出局，又能怎么样？清河生态马上就要被沈家收购，搬出河源县了。谁跟你说的？沈氏要收购？我早就打听过了，荆州那边没有一点消息传出来。要是你赢了，早都该大肆宣扬了。那可能让你失望，还真是我们清河赢。真的？徐书记，你可别跟我开玩笑，这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那如果这件事情足够大，够大？难道是国礼？小易，书记，快，他们来了。王老，王老怎么亲自过来了？我这次来啊，是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你可得准备好啊。王老您说。上面决定啊，有关全国现代化农业改革示范点的牌子，过上3天就给你清河村颁发了。什么？王老，您是不是搞错了？这清河生态不是要被沈家收购了吗？怎么还要颁发？他是谁呀？王老，他是隔壁县城的，您不用在意，继续跟许书记聊。你小子，看来有不少人想看你笑话，不过你够优秀的，这不还得多亏了王老您的支持吗？不过我丑话给你说到前头，这牌子一挂上，你们清河县可是全国的焦点呢。以后不光是我们这种搞技术的人会来，各行各业的人马都会到来。准备好了吗？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国家的信任和您的期望。那行，那我就放心了。王老，您今天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如留着吃饭吧，刚好宰了羊。羊肉？你小子可不厚道啊！这清河牛硬是对我藏着掖着不让我吃啊！哎呀，没有。走，王老，去。许乐，许书记，从我卡里划10个亿，用于今年的年终分红。10个亿？没错。除去我那一部分呢，其余的全部换成现金。许书记，您没开玩笑吧？10个亿，这么多？这10亿呢，分到每家每户，基本每家每户呢保底能过100万，金额刚刚好。至于具体数额呢，还得辛苦你去核算一下。许书记，这么大额的现金，银行那边……这不是提前告诉你，让他们去准备一下，一家不够，多跑几家。好，没问题。最后一点，严格保密，这是给咱们村里人的惊喜啊！这惊喜也太惊喜了！真搞不懂，这种破地方还回来干嘛？这么大的土！我们村啊，唯一的清北大学生都回村当村书记了，发展家乡。我们也是清河村的人，不应该回来做一份贡献吗？他那清北啊，算是白上了，好不容易从大山里头走出去，扭头又自己跑回来了。哎，宝子们，
你们说是不是啊？放心吧，不是有你们一直陪着我吗？情况不对，立马报警。哎，许明，到地方见到你爸妈后，我们就回去啊。至少在这过个年嘛。我告诉你啊，我在家里可是一直被当做小公主一样供着，跟你谈恋爱，我不是来扶贫吃苦的。你要是不同意，就分手，我自己回去。哎，好，等见了我爸妈，咱们就回城里。啊，你们村怎么还专门来迎接我呀？什么？哎呀，快点给我脚快点，那边给我打扫干净啊！哎，好嘞，给我铺窄一点。哎，快，往那边走，那边走。哎，快点，那边走。今儿京都的大领导要来我们村，给我们挂国家的牌匾，你们可别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了。是啊，大家都要行动起来，不管男女老少，要把地扫的和自家的炕头一样干净。对，今天谁要偷懒啊，就罚他到祖宗祠堂跪一晚上。哎，放心吧，没问题。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哦，对了，我要组建一个秧歌队，一个锣鼓队，咱们热热闹闹来迎接大领导。我报名，我会敲锣。行，就你了。俺家那口子会吹唢呐，10里8乡都有名儿。哎，赶紧叫来，赶紧叫来！主任，这领头的必须是我，我就觉得你不错。叔啊，要不就算了吧啊！叔安排的气派不气派？哎呀，叔，你这要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村办喜事呢。你懂个屁！这就叫气氛。叔，你听我的，就铺条红毯就行了。这临时组办的，容易出状况。你二叔喜欢热闹。对呀。哎，行，哎，把卫生赶紧打扫干净。快，东西来，东西来。哎，许明，就算你们村搞这么隆重来迎接我，我也不会留下来的。带个女朋友回家搞那么隆重，这村要多缺媳妇啊！咱先别过去了，我看这不是给咱准备的。还装，果然是破山狗，搞个惊喜也这么土的。哎，小明，你俩往中间走什么？那不是你们走的地方。哎呀，赶紧给我过来！你这臭小子，刚一回来就给我搞事是吧？这不是来迎接我的。那你那脸长得跟出钱的囊似的，还给你准备？你什么意思啊？爸，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啊？怎么都到村口来了？你可是来到时候了，待会儿要发生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啥事儿啊？光宗耀祖，怕不是让扶贫队来给你们扶贫来了吧？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呢？爸，这是我对象。你对象也不行啊？咋？出去一圈回来连祖宗都忘了是吧？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思想这一套？你哎，许明，屁哥，你小子，你回来也不说一声。你女朋友来了啊？是，我这不听说你回村当村书记了吗？我也想回来尽一份力。行，回来呢就好好干，年底给你分红。哎，真的？还分红？就你这画大饼的技术，倒是学挺好啊。姐，别乱说。我哪里乱说了？就你们这穷乡僻壤的，不让扶贫队来给你们贴钱都算好的了。你闭嘴！从刚开始你就贬低我们家，他们哪惹你了？太过分了！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就知道，你一回到家就原形毕露了，是不是？你要不想待，我一会儿可以送你回去。谁稀罕你送啊？我自己可以回。我算是看清你了，以后你再也不想见到我。别着急，别着急，有话好好说。许书记，人到了。来，准备好，可算到了，快点，你过来，快来。领导，这位就是我们云州市最年轻，也是最有魄力的村干部，清河村的许毅书记。许毅同志，你好。哎，大领导你好。如此年纪就有这样的作为，实属难得。领导，您谬赞了。我们呢，也不过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微不足道的探索和尝试，需要改进和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嘛。不错，不错。领导这边请，请。领导，领导来了，领导这边请，来，领导。来，
这边，来这儿。现在有请领导给咱们发言。好，好，好，同志们、乡亲们，我今天从荆州来到这里，是为清河村开拓的进取精神及卓越的成就送上一份来自国家的肯定。好。现在有请许书记上台领取。好啊，特此授予清河村全国现代化农业综合改革示范点的荣誉称号。好。长久以来，人们但凡提到农业，首先会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你们给予了我，让我相信农业也可以是充满科技性的，农村也可以成为人人向往的乐土。别说，清河村出息了。一个牌匾而已，还搞那么激动，是不是？现在主播都是共用一个脑子吗？这可是国家级的牌子，国家认证。清河村听起来怎么有点熟悉？这是清河村？宝子们，会不会是你们看错了呀？前段时间火爆的清河肉，怎么可能是这个破村子产的？会不会是名字重合了呢？不是，国家级牌匾摆在你面前，还怀疑呢？清河村一直都很神秘，没想到让主播误打误撞遇到了，这可都是流量啊！主播，赶紧带我们参观一下。对了，乡亲们，许书记号召大家，咱们清河村出去的年轻人都可以回来，当然，咱们也不会亏待他们嘛。放心吧，我这次回来呢就不走了。一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行嘞，还在里边等着呢。爸给明说，这女人一看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趁早跟我分开啊！好，我知道了，爸。哎，去吧。快快，着急啊！走，这边行，走。走吧，我送你回去。我不走了，许明，你是清河村的人，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那你也没说呀。清河蔬菜和云州特产都是你们村子的呀。哦，我这也刚刚知道，之前一直都在加班，哪有时间了解网上的事儿？我不管，反正都是你的错，我不回了。哎，许明，你带我去参观一下你们村子农场呗。我问一下许书记吧。问什么问呀？你不也是这个村子的人吗？直接带我去不就行了？啊，哎，一哥，许明，什么事儿？一哥，是这样的，我女朋友呢想看一下咱们的农场。没错，我现在直播间呢可是有1万多人，还能免费给你做一下宣传呢。许明啊，你这刚回来，肯定是路上累了，先带你女朋友去休息一下吧。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男朋友也是清河村的人，你连看都不让人看了。大叔，哎，这许明刚回来，你要不先带他去休息一下，你就别去了。我还要去陪领导和记者他们去参观农场。啊，许书记，你不让我过去了？哎，我先过去了。混账！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那么多大领导来咱们村，你就让你的对象拿着手机进去直播，这是什么样子啊？爸，我这不就问一下吗？问一下，许书记没骂你，那是看在我的面子。要是我，早就把你和女朋友赶出去了。哎，就你这穷酸样，你还有脸说我呢？许明，老实告诉你，你要是跟这个女人，以后就别惹我这个爹。爸，我劳累了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光荣的时候，现在想在电视上露个脸都难。你要不是我儿子，我早掐死你！爸，你别生气了，我明天就带着倩倩亲自去道歉啊。这样可以吧？可以，快！徐书记，昨天的事是我儿子不对，但是你放心，我已经教训过他了，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这许明刚刚回来，不明情况，你告诉他就好了。一哥，对不起啊，我这说回来还帮衬你，没想到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昨天是我的不对，但你就没错吗？那么大一片农场，随便留一块让我直播又没什么。我明天总能去参观了吧？我的宝子们都在等着我呢。其他人可以参观，但你不行。我怎么就不行了？你针对我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直播间可是有好几万人呢，你还得给我100-200万的带货钱。我们清河生态不需要流量带货。许明，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是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被你们村里人欺负是不是？你还是男人吗？够了，够了！你是小公主，我这个乡下人伺候不了你，你不是想走吗？现在就走啊！你说什么呢你？从我们在一起开始，你就各种贬低。既然你觉得我配不上你，让你受委屈了，那就分手啊！好，这是你说的是吧？以后别哭着求我回来。行了，许明，你也冷静一点。你叫冯倩是吧？现在知道挽留我了？我告诉你，就你们这破村子，活该没人嫁进来。哼！既然要走，你一个姑娘家的，一个人也不安全。等会我们全村要去城里开年会，可以顺路送你。谁稀罕让你们送了？哼！宝子们，你们看到了吧？我这大过年的跟着他们回来，他就这么眼睁睁的把我赶出去，还是男人吗？一哥，对不起啊，我就不该带他来。没事，跟你没关系。哎，许乐，酒店安排的怎么样了？给你安排好了，咱们直接过去就行了。行，我知道了，先挂了。哎，书记，咱们自己的年会在自己村子里过就行了，还非要跑那城里去费那事儿。今年的年会可不一样啊，云州市里的领导可都要来参加。乖乖，咱们清河村的年会，领导都要参加了，而且咱们今年的分红也该分一分。哦，分红？什么分红啊？一般村子统合土地统一发展，年底都会按照地的多少发放分红。就这点钱，还特意去酒店开会，真死要面子。不行，这钱再少也有我一份钱。哎呀，说这次领导也要来呀！我去。是啊，起码分多少钱？许书记啊，我这次来可就专门盯着你的清河特产来的。领导你放心吧，我们这次年会啊，可是攒了不少清河牛呢。好，我呀还没吃过呢，等单子下来了，想吃就难了。你可是农业泰斗，怎么可能吃不到？快给我！我听说你们年会还要搞什么分红，要不要我从公司弄点过来，给你撑撑场面？放心吧，这都够了。我知道你们村要修路，还要拆迁青叶镇，还要建造养殖场。就算赚的再多，这钱也花了不少吧？你就放心吧，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徐书记，直播架好了，咱们可以开始了。各位领导，那我就先失陪一下。宴会不是8点才开始啊？各位乡亲，各位朋友，我呢就简单说2句啊。这一年，咱们清河村建了农场，搞了牧场，赚了大钱，清河大道也在建设。这一年是我们清河村开天辟地的一年。好啊！是啊，这日子这越过越好了。这半年前，咱们清河村还是一个即将被拆迁的贫困村子。第二点呢，就是清河村的建设。明年我要让清河村的每一个住户都住上中式别墅大院，有田有地有花园。好，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宝子们，你们刚听到他说什么吗？要每家每户建设中式别墅，你们信吗？安静！要不是许书记看你一个女生在外面不安全，你能待在这儿？第3点呢，就是兑现承诺，一共10亿的现金，现场分发。好，10个亿？怎么可能啊！一个破村子哪来那么多钱啊？对呀，要真有那么多钱，那许明还在大城市呕心沥血的拼搏什么呀？爸，这是真的吗？真的。哎，大家别激动，别紧张。哎，许书记这是跟大家开玩笑呢，回气氛啊，回气氛。嗨，白高兴一场。许书记啊，你这个玩笑可以，但下次啊别开了。许哥，
我们都响应号召回村建设了，以后呀，不要给我们画饼了。我就说吧，这清北书记啊，就是靠画大饼骗人的。这清河村的产品啊，说不定就是被他炒起来的。之所以不让我拍，就是害怕事情暴露了呗。爸，你们不会也是被许书记给骗了吧？骗什么骗？要不是许书记，你家都不能回。你是不是在外头脑子呆傻了？老头儿，你怕不是被人洗脑了吧？这跟传销里的话术都是一样的。混账！给我滚出去！我们清河村不欢迎你！我知道这一切让人很难相信，不过钱是不会骗人的。这么钱没有？这么多钱，这是不是叫多好啊？真的是钱，10个亿，这怎么可能？哈哈哈！我就说嘛，许书记，这不会骗我们的。哎呀，是啊，许书记，这你来真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眼睛都快被晃瞎了。我的老天爷呀！我做梦也没有梦到过这么多钱啊！哎，大家别激动啊，慢慢来。各家各户的住户啊，一个一个排好队去找许乐啊，咱们去签到，然后领取咱们年终分红。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好，许明一，许明一在哪儿呢？分红金额260万。恭喜啊！谢谢。下一个，许汉红。210万。好了，咱们清河村第一次现金分红圆满结束。好，感谢许书记。好，不过呢，这是咱们清河村第一次分红，也是最后一次分红了。什么意思啊？以后不分了吗？不分也行，这些钱够我一辈子花的了。如果明年再搞这么一出，银行的行长非得提着刀来砍我。这样，好了，钱也分完了，咱们步入正题吧。上牛羊，咱们过年了！好，过年了，过年了，走吧，走吧，来，真是你干什么？我不走。清河村不欢迎。凤倩，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希望弄得太难看。许明，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以后都听你的话，把你家当作是我家。你不是知道错，而是没有钱拿。许明，你回来！我真的知道错了，许明。清河村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创造了颠覆性的农业生产模式。主任，你要火了！你这走路姿势，全国人民都要看到了。威武，太威武了！笑什么笑？你们懂个屁！这叫威严，护送村保的威严。是，我们以后出门谁都得高看我们清河村一眼。可惜这画面里头没有我。哎，爸，今天高兴，你就别打了。小姨啊，哎，三叔公您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们清河村能有这么风光的一天呢。是啊，以前咱们村子穷得叮当响，小伙子都娶不上媳妇儿，姑娘们都削尖了脑袋往外跑啊。而现在，自从你回村以后，我们村的根儿活了。三叔公，爸，你们这是啊？我们许家的祖宗当年是为了逃难才扎根在这片山沟里的。祖宗的血脉里就刻着4个字：光耀门楣。这块牌子是国家给予我们的肯定，但是咱们村子，咱们许家也要给出一个交代。所以我替村里的族老们做个决定，我们要重修族谱。什么？对，我们商量一致决定，为许毅在族谱单开一页。
好。